今天邀请到了一位粉丝朋友，这位粉丝朋友曾经进入过传销内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加入这个团队的？我怎么说呢？当时你缺钱？也不怎么缺，但是怎么说呢？缺钱这个东西一直都挺缺的，缺大钱。那时候没有考虑到钱这方面，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做什么。我当时是18年的年底到19年年初，就是相当于过一个跨年。我跟我女朋友，我是准备去跟她过跨年的。当时那家公司离职了，离职之后呢，想着我女朋友是我一个亲戚介绍的。然后一直是在网上聊，然后感觉还可以，基本上当时已经确定关系了，聊了差不多半年多，但是一直没见面。我那个时候是在茂名工作，他呢跟我说是在湛江，然后就在18年12月31号吧，我就想着去跟他过一个跨年。我事先也没告诉他，我是下午出发的，然后当时到湛江随便找了个地方，我就导航开过去了。到那之后呢，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我到湛江了，过来跟你一起跨年。他6点多，当时我记得是6点多到的湛江。到了之后，他发完微信，他一直没回我，到9点多才回我微信，然后就问一些，比如说你怎么突然就来了，问这种话。问完之后呢，他就说可能不太方便。你是第一次见你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吗？对，第一次见，网恋了半年，然后第一次去见。对，因为离得也比较近嘛。我那时候工作是在茂名，他在湛江，而且是亲戚介绍的。就是除了没见过面，基本上那个视频呐，当时手机微信嘛，视频呐、语音呐，包括聊天都超过半年以上了。都聊得还不错。后来我到湛江之后就联系他呢，他就问我，反正他不太想，就是觉得不太合适，不太想见我。我说那个你在哪儿吧，你给我发个定位，我就过去跟你见一面嘛。后来他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我，给我发了一个定位，那个位置就在广西北海。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是之前没有听说过那个，我知道传销这个事儿啊，我也知道传销分南派、北派，这个传销在哪儿，具体在哪儿，然后这些都不太清楚。当时你去找他，然后他说他在广西北海，北海之后你就跟去北海去啊？对，当时没想太多，而且他也说他跟他家亲戚一起在这边做那个外贸，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当时到北海可能是我记得是12点多1点了凌晨，到那之后那几天还挺冷的，前几天都没有进入正题，前几天就是跟他一起逛逛超市啊，给他买个羽绒服啊，然后包括广西的一些景点逛一逛，像那个金滩、银滩，然后还有个老街。还有关头岭这些地方，就到处去看，包括还有后来才知道的那个是金滩那边，金滩的那个海岸的隔街的对面，有一个北海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就是叫北部湾1号，到时候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个地方，很多解读的，看一下那个图片。前几天呢，主要就是逛，其实。北海这个城市啊，给我的印象感觉还是挺好的，旅游城市。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环境真的非常不错，总之给人的印象不错。就是当时就是你刚去北海，就带你去游山玩水，玩了几天，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个传销窝点里面。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从第一天去那儿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在那儿，因为他租的那个房子，其实就是平时他们做这些工作的一个地方，只不过是因为我去了，安静很多，就专门用来接待我的那个地方，包括他表姐那几天也在。当时就是你进到房间里面也有好几个人是吧？没有，就一个，就他表姐和他，就2个人，就2个人。对，包括那几天也是，就我们也是一起去看电影啊，去吃饭呐，去逛啊。当然，那个他表姐多数时间都不在，都是让我们2个自己过，就是晚上可能一起吃饭呐，一起看电影啊什么的，会一起。刚开始都没有任何端倪被你发现。对，前3-5天吧，前3-5天基本上都没有。
后面呢？后面就是有一天他会突然跟你说他在这边有一个投资项目，然后说你看你既然作为她男朋友是吧，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一家，那你要不要帮他看看，帮他把关，对吧？你当时没有保持警惕？投资项目，我一听到投资项目我就很警惕的。我现在听到了，我也很警惕，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也不能说被爱情冲昏头脑吧，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比较年轻，经历没有这么多。第二呢，就是当你发现啊，比如说你去跟你的女朋友或者家里人见到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外省人，我来广东的时候基本上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同学，都是自己来到这边之后，工作生活当中后认识的。但是我的这边人脉圈子比较单调一点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女朋友带你去见她家里人，然后大家每天一起买菜，一起做饭，然后一起聊一些东西，那个氛围会很好，你就会逐渐降低你的这个戒备心。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有一些其他的亲戚，就是真正的亲戚，他的表哥表姐，然后堂哥堂姐，包括什么他表哥的老婆的表哥呀，什么亲弟弟呀，什么都在那里。你该不会是他们一家人都伪装的很好，其实全是传销？对，确实是，他们那是差不多20多个人那么一个小团队，就相当于从上面一个人带3个，然后下面人再带3个，那这一个人下边人都是归于他管的嘛。那他这一帮，我们当时在北海这一帮人叫清远帮，他是清远的，然后他的这些亲戚也都是清远的，然后当时大家就统称为清远帮，陷入到那种有点类似于家庭的氛围当中。然后降低你的那个防备心，而且他也只是说我有一个项目让你去看看，甚至说他还会跟你搞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拉扯。当时，看了几天吧，就是每天都见不同的人，见了不同的人之后，你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反馈，甚至说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个人都会在你走了之后去反馈完之后，下一个人再针对你之前提出的问题，或者说你有一些态度，对，然后去有针对性的选择下一个人带你去见谁，他去跟你聊什么，来打消你这些疑虑，就是给你洗脑。对，然后等你见了差不多10几20个人，大概是5到7天的时候，基本上你所有的疑问都能解答，然后他又会给你出示说，很多的证据。像当时说那个，我当时看到在一个国内很出名的一个连锁书店，4个字的，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连锁书店，然后上面就红底的，上面有一个条幅，就是什么1040阳光工程都是传销，拉了一个横幅在上面，然后下面呢摆了一个那个方形的一个展台，下面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北部湾的春天呐，那书。然后包括什么没有围墙的大学呀，下面放的全部都是这些带有歧义的书，就在那个很权威的、很出名的连锁书店里面，你就能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像我说的北部湾1号啊，他会给你解读这些东西，包括那个北部湾的建设，北部湾6个城市，然后包括他也会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项目啊，就当时统称为项目，就是为什么这个项目会放在这里？第一就是发展西部，东部带动西部，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广西的这个位置很好，北海这边是它有个铁山港，好像是一个深水港，而且它面对着那个隔海相望的就是东南亚几个国家，比较信任嘛。然后一个是那个氛围那个环境，然后再加上你听这些东西，那时候阅历也不深。就相信了，然后一直到最后你比如说你真的想做了，他反而不让你做，你就是有点心动了，就是拉扯，对，他是会拉扯你。比如说你想做这个东西，他说你为什么想做呀？哎，你女朋友做就可以了，他不会说你想做好啊，那来吧，交钱吧，不会这样。而且他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要求的，像我们当时那种交钱是交69800，然后第2个月返还19800，
其实就相当于5万块，然后这个钱呢不能通过什么支付宝啊、微信呐、转账这种方式，现金呢都不允许。它是这样的，你要去办一张卡，那张卡就是5大行的，就是这个卡是1类卡，1类卡不能开通什么网络支付，短信提醒。钱还有一个就是插一个 U 盘到电脑上可以网上支付，对，这种东西都不能办，所有的其他业务都不能开，只能开通一个什么呢？就是存取款的这么一个，只能开通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你的这个卡的密码要设置为他给你的那个密码，然后最后把这张卡交上去，就相当于他可以直接拿你这张卡去 ATM 机里面取钱。对，是这样的。然后另外除了这张卡呢，这张卡那个交上去之后，你还要再办一张卡，叫工资卡。这个工资卡是什么呢？首先我说你之前要交69800，第2个月会给你返还，我记得好像是10号之前吧，会把这个钱返到你工资卡上。这个工资卡就是干这个的，包括你下面拉人了。他们交的钱之后，里边有好像是，我直接拉的人，我会有3800，好像是，然后那个钱也会打到我的卡里面，然后我下面的人他在拉人，我是第1层，我拉到第2个人，我拉的人就是第2层嘛，第2层他在拉到第3层的时候，好像是有1000多块，然后还打到我这个卡里，这就是工资卡的一个作用。当时你最终有没有打69800给啊？打了，你真的打了？真的打了。你有赚回来吗？没赚回来，我一个人都没拉到。那不是68000都打水漂了？没有，那个5万嘛，返还了19800嘛。就是我当时那个他是有一个仪式，你知道吗？那个仪式是前面怎么说，有点像那个公务员面试一样，前面有三个还是2个，那个有个桌子，然后后面坐着2个人，然后我这边他们前面就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几个陈设，然后我有2把椅子在他们的对面，有一把摆在正中间是我坐的，然后我的左后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就类似于引路人吧，这么一个，这就是我女朋友，她就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坐在这里，然后他还有考试的，考试会问你，哎，这个项目为什么放在这里？国家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项目你要怎么做？然后你做成了之后你要做什么？这些东西。他估计就是看你这个评测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加入，就是看你的心理防线有没有被击破，我感觉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它考验你对这个东西信任程度怎么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它也是会，就是我理解吧，因为你光是进去还不行，因为他要拉你进来，一是为了要赚你这份钱，第二你也要有能力再拉别人进来才可以。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就是考验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去让人家骗你，因为人家不是说单纯就为你这份钱。当时有没有对你进行家庭关系调查？比如说你爸妈呀？没有。兄弟姐妹啊？没有。他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把我身份证和我当时的那个交钱的卡是一起交上去的。交上去之后，然后那个就是在那个仪式里面交的。交完之后，他过了几天把身份证还给我的。他说拿我的身份证去查，第一有没有犯罪记录，第二是就是属不属于这个，就是当时有5大类人是不能做的，是不是我是不是属于这5大类人？就5大类人是：一是在职军人，2是在职公务员，第3在校学生，第4是那个18到55周岁的人，不是18岁以下和55周岁以上。我感觉他们之所以筛选这5类人，也是怕给自己惹麻烦。军人你敢搞吗？肯定不敢。就是嘛。年龄不是5大类啊，年龄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范围，有一个是本地人，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犯罪记录的人，不要。所以说他要我的身份证，就是查你是不是属于这5大类人。对。然后最终你怎么发现是传销？你又出来了？我没发现，是我们最顶上的那个人发现的。
我不跟你说那个当时清远帮就从第一个人，嗯然后他拉3个人，他发现问题了，把下面的人全部都带出来的。这个就感觉哎，上面头感觉我们在做的事，天天说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也不知道。对，他是这样发现的，因为他到最顶层了，他上面有隔2层还是隔1层的有一个人，我们那边叫上总的，上总就是什么的要求呢？就是你必须下面3个人都满，你要自己要拉的3个人必须都满，然后你总共你的这个体系，你和你下面的人还有在下面的人一共拉够29个人，你就可以上总了。然后上总呢，就当时我们的说法就是可以拿钱了，拿钱他就发现那个他上面已经上总的人开始拿钱了，每个月几十万的呢。哇！结果呢，他没钱，他的信用卡，那个他以我那个朋友的名义去办了一张信用卡，然后没钱还信用卡，然后那个车子加油还要借钱，就发现了这为什么上总的人还没有钱呢？然后就开始开始查这些东西，后来就发现还是有很多漏洞在里面的，就是包括那些已经，因为上总就是开始拿钱，一直拿到1040万，然后你就走嘛。但是发现好多人自从上总之后了，就不跟下面的人联系了，为什么呢？你正常来说，你作为一个已经成功的人，已经属于金字塔上面的那一层了。了。对，你不要，因为下面人其实他们在那边也过得也很苦的。就是你比如说在那边2、3年了，你没有收入的，你只干这个，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收入。就是如果说没拉到人，你就没收入。对啊，就没工资卡里面就没钱。你拉到人了，到后期也没有收入，因为你只能拉到，就是我拉到人了，我拉到下面3个人，我有钱拿。然后我下面3个人再拉到人，我有钱拿。然后到最底到这一层第3层了，再往下拉人的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没有钱了。哦，这样子啊。对呀。所以就是在那边其实有很多人过得很苦的，没什么钱。然后你这么艰苦的时候，你上面人都已经成功的人，你不下来给点激励，给点说你看我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你们再坚持再努力就能到我这程度了，是吧？就是没有上面的人就开始没有打鸡血了。对，就是相当于失联了一样。可能是人家拿着你们上供的钱已经跑路了。也没有好多人拿不到钱的。那你们的钱交给谁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说它是真的传销呢？其实它和真的传销其实就是区别是，真正的传销就是有一个人始终在那里拿钱。是啊。对啊，就是他真正钱都到他那里去了嘛。现在说他是传销，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嘛。那如果他说他不是传销是吗？就是没有那么一个人，他一直拿钱。那现在说是传销，其实就是钱都跑到那个人那里。就是这样。那你幸亏你出来的早哈，你不然你可能一直待在那个造富梦想里面，要拿1024万才能出来。对，这个可能吧。那个对我来说啊，其实我没有说陷入的多深，我这个人可能也是。首先那个东西，当时我进入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赚钱的嘛。也不能说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它是很小的一个，但是很小的一个目的。我当时觉得我女朋友做这些东西，我要支持一下，我要赶上她的那个思维，赶上她的这么一个层次，有这么一个想法吧。后面你发现了，你有没有跟你女朋友一起出来？我们这一个体系的所有人都出来了。被洗脑了这么久，看你在那边旅游了，花了5万多啊，出来了，还好没有让你倾家荡产。确实吧，我可以说是比较幸运，就是我真正算是进去，好像是1月18号吧，就是参加了那个仪式，当时叫什么仪式，叫什么买什么玩意儿，我有点忘了。然后参加完那个仪式之后，就每天就是学习。还得学习呀！对，学习什么呢？先给你一串那个电话号码本，你要挨个打电话，你要介绍我是谁带进来的，我叫什么名，我以前是做什么行业的，然后
好像还有个什么级别吧，好像是我什么什么级别怎么样，然后包括后面还有那个以后请多关照，就这些东西。当然这段话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你觉得你这段话设计完了，然后给你的那个引路人看一下，他觉得没问题了，你就拿着那个对着那个电话号码本挨个打去介绍这些东西。哦，我懂了，也就是电销嘛，自己推销自己嘛。对。然后你做完这些之后，还要抄一个守则，叫《生活经营管理20条》，他会给你一个本儿，给你一个本儿是之前的人写的，然后你要一个字一笔一划的去把这一本抄下来，然后固定的，包括用哪种本子，他都给你规定好的。你只要写错了一个，你这一页就要撕下来重新写。而且他这个本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生活经营管理20条一共全写完了要20页，他给你买的这规定你买的这个本只有22页，也就是说你只能错2次，就是撕2页。你撕两页要如果撕多了，你这一本的纸就不够了，你要重新写。我感觉你这个比上学还痛苦。是很痛苦啊！上学的时候至少老师说你的字写的好看一点，是吧？不要说涂涂抹抹。你这个是要一笔一划的去写的，不允许写连笔的。然后这个东西抄完了学完之后呢，你还要每天骑着电动车，到处去认，比如说哪条路，那个怎么走，然后有什么小区，因为有的时候等到后期你要带别人的时候，你要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哪里去见谁的时候，就像我说我刚进北海的时候，你们会骑着车带我去见不同的人嘛？那你要知道这个人住在哪里啊，那个几栋啊几号啊，是吧？然后你就要熟悉这些路，熟悉这些小区这些东西。哎，当时你进去的时候，比如说我发现问题了，我不打钱，我立马撤的话，会不会有人软禁你之类的？不会。就比如说，他不是要交我要交6万8吗？我发现不对头了，我第2天我就不来了，我就走了。会有的。当时我不跟你说，我去北海之前是刚离职嘛。当时我的那个经理就正好在江门，他那时候要开一个月会，然后就叫我过去跟那个同事一起，吃顿饭，大家就好聚好散吧。当时我就想走呢，我说我去跟同事，我答应我经理了，我会过去，因为那关系也不错嘛。然后去了，当时我就要走，我女朋友就不让我走。我说那个我今天晚上去跟他们吃顿饭，下午出发，然后去吃顿饭，然后明天我就回来。他呢就说你那么晚走不安全什么的这些东西。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叫考察期啊，我当时那时候考察，就是你考察期是7到10天，7到10天呢是不允许离开北海的。如果你离开了，你再回来，你想做这个东西也不给你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超时间了，比如说你好像是最多可以到12天还是15天，你考察。如果说这个考到15天了，假如说啊，我有具体忘了多少天，假如你到15天了，你还没有说要做，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也不会让你做了。就比如说你到第16天也不会带你去看了，你说要做他也不会让你做了。就是其实他们也在筛选，也在节约自己的时间成本。像你这种15天洗脑都没洗成功，放弃你了。我觉得不是节省一个时间成本，他们是会保证一个什么呢？保证一个，虽然说他是骗人的啊，但我觉得他是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嘛，对外的一个正规性，就是让大家觉得你是很正规的。我宁愿你这个人我不要了，我也要给大家看到我是正规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才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我在网上看有一些传销，就是说，你不听从，你不服从管理，他有可能会有打死啊、软禁你之类的。没有，放心没有。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还没什么太大感觉，他们那里有待的久的，就是平时不允许打牌啊，不许什么乱七八糟好多娱乐项目都不允许做，买点啥都不允许的。然后我们在走之前那几天，就大家都放松了，大家一起去唱歌啊，还一起从北海我们几个人开几辆车一起去防城港去转了一圈啊，大家出去聚餐啊什么的，就当是旅游聚会这种。然后等到过完之后，过了那几天之后，大家就陆陆续续的，就要不就买车票走了，要不就是跟我那个就是大家谁
在一起要去一个地方的，搭谁的车就回来了，就没有人管了。哦，那还好一点。对，你想走就走，就是那边更多的什么用思想去拴住你，不是说限制人身自由。你最后有没有跟你女朋友继续走在一起啊？还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彻底拜拜了？对，出来之后分了，但是也不是因为这个，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第一控制欲太强，第二性格太强势。你不喜欢太强势的？对，就是过于强势了。比如说今天吃饭吃什么，他说吃什么就要吃什么。然后再一个，他很懒，他基本上不做什么家务，都是我来做。那这个你娶回来你要受老罪了。是啊，我是娶老婆，我又不是娶个祖宗，是吧？哎，老哥，最终你从传销组织里面出来之后，你后续有没有接到你们的上头的人再联系你，想把你又拉回去？没有。你出来之后，你想回不去，不是说他还会再找你，就是你再想回去，哪怕说你说我再交钱，我再进去，人家也不要你了。那他这个是，你送钱给他，他都不要，就是他把你拉进来赚钱，只是他的其中一个很小的目的，他更多的是让你能拉更多的人持续的为他赚钱，这是一方面。然后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再回去他也不好，因为你再回去，你第一你是不是真心的？就像我跟你说，在举办那个仪式的时候，会问你这些东西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呀、规划什么的，其实都是在考验你。你出来之后再回去，人家不知道你回去是干什么的。万一你回去是为了当卧底，对呀，你当卧底，然后你偷拍呀或者什么乱录音呐，搞这些东西，然后爆出去怎么办？现在网上这么发达，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也许你会影响到其他人。你一影响到其他人，人家也会受影响，相当于，你去散布一些对他们不好的言论，然后导致他们下面的人心不稳了，然后那原来只是走你20多个人，你现在你再回去了，都不一定，没准你这个影响一下走200多个人，对吧？这些东西他也要考虑的，就是不会因小失大的。很长时间不联系的同学突然联系你了，你就要谨慎，不是他要结婚了。就是，想搞你的钱，对，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对我影响不是很大，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你对网友有什么警示或者告诫他们？其实没什么好警示。我说实话，阅历低的情况下呢，过分的相信别人吧，包括父母，包括自己的另一半，都会骗你，因为他们的骗你，我总结啊，骗人是分2种，一种是比如说我骗你，一种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是骗人的，我故意骗你的，这是一种骗，另一种骗呢，是我也是被骗的，但是我对他深信不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件好事，我找你来，我是帮你，我是想让你赚更多钱，我这种对你的骗，算不算骗呢？也是骗，但这种骗呢，不是说主观本意上的想要说我要骗你，不是，是我被别人骗了，同时我把骗人那种思想当真了，然后想要传递给你，其实就是一种方式。那有人也问我，我对我前女友，我跟我前女友分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是因为这个，是单纯性格不合。我们出来之后，其实也相处了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因为他很多亲戚都是真实的亲戚，包括我们出来之后，现在还有联系，我们有个群在里面，就是大家都重新开始了，有时候也会在群里面聊一聊天呢，最近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别人刻意去骗你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能分辨出来，因为很明显有些骗人会心虚，但是当对你说这个东西的人他自己都深信不疑的时候，你可能。当然不只是传销，有可能其他的事情，就像什么楼下超市送鸡蛋呐、什么的，这种的一些其他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在哪里什么办个会员能领多少钱呐、什么这些东西，其实网上骗术其实是很多的，很多骗术。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尤其是有一些什么呢，他真的拿到好处了，哎，他就叫你啥，就像以前
那个拼夕夕那个砍一刀一样。砍一刀。有些人真的是拿到这个钱了，哎，他就说啊，给你，你看真的能拿到钱，确实是这样。那逐渐的，现在大家都觉得是骗人的，为什么呢？拿不到。但是你对于那些已经拿到钱的人分享给别人，他们觉得我没骗你，我就拿到这钱了，我也是想让你能拿到这个钱。网友对于这种来快钱或者是叫你去投资的，就必须得谨慎，不要太相信任何人。对，所以多长点人生阅历吧，只能是这样说。我也是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增长了我的一个经验。以后想再骗你就很难了哦。哎，也不一定，也许会有很高明的骗术呢，是吧？